你是否曾因长途驾驶的疲惫，寻找干净厕所的困扰，或为支付过路费而手忙脚乱？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地方开车如同乘坐头等舱，休息站比商场还热闹，且全程无需停车缴费，你会不会觉得这像是天方夜谭？这并非科幻，而是一位见多识广的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亲身经历。他原本计划拍摄全球公路纪录片，目标锁定中国和日本，但在收集资料时，一段关于台湾高速公路的短片却让他惊叹不已。画面中，台湾高速公路车流井然，休息站如缩小版购物天堂，先进的电子收费和智慧监控系统更是让他惊呼：台湾人是不是已经生活在未来了？他当即改变行程，直奔台湾，是要揭开其高速公路的神秘面纱。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主持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后，立即感受到台湾的便利与效率，租车手续几分钟搞定，不到10公里便驶上高速公路。令他惊喜的是，租车公司热情提醒他将车牌与 ETC 电子收费系统绑定。原来台湾高速公路早已实现全程电子收费，无需人工收费站，车辆贴上感应器，费用便自动从绑定账户中扣除，完全无需停车、取卡、排队。这对于习惯了在各国高速上为缴费而烦恼的主持人来说，简直是未来科技的降临。他这才得知，台湾早在2013年底就取消了所有人工收费站，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高速公路全程不停车电子收费的地区。他沿着导航驶上台湾西部纵贯高速公路，发现路面平坦如镜，标线清晰，几乎感受不到任何颠簸，沿线绿化让人心旷神怡。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沿途的高速公路信息系统，高架路侧的电子看板和车载导航时刻提供最新路况信息，让他觉得自己置身于未来世界的公路网，开车也变成了一种轻松享受。行驶不久，主持人决定依照导航建议，在第一个国道服务区稍作停留。刚停好车，他环顾四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哪里像个休息站，分明是个大型购物中心。高耸宽敞的建筑，现代感十足的设计，以及川流不息的人潮。走进服务区大楼，更是目不暇给。1楼有便利商店，多家速食餐厅，包括美式汉堡、咖啡饮料，以及现烤胡椒饼、珍珠奶茶等台湾特色小吃。2楼用餐区明亮舒适，服务区里甚至有纪念品专卖店和服装店。最让他赞不绝口的是这里的卫生环境，宽敞的洗手间干净明亮，设施完善，保持得一尘不染。清洁人员不时巡视，随时保持环境清爽。休息区外还规划了大片绿地和户外座椅，小朋友们甚至有专属的游戏区可以玩耍。这一切彻底颠覆了主持人对高速公路休息站的刻板印象。他忍不住感叹，在台湾上高速公路休息，不只是加油、上厕所，更是一种享受。一次公路旅行竟然被安排得如此丰富有趣，就连主持人在服务区排队买饮料时，都有当地人主动和他搭话。一位正在用餐的货车司机好奇地走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忙。了解到主持人是来拍摄台湾高速公路的，这位跑遍全台的老司机兴致勃勃地和他聊了起来。司机大哥笑着说，台湾的国道服务区这些年进步很大，不仅环境越来越干净，贩卖的东西也越来越丰富。现在甚至有专门的手机应用程序，可以查看各服务区的剩余停车位和热门餐厅排队时间，对长途驾驶非常贴心。坐在服务区舒适的座椅上小憩时，
主持人不由自主地开始将台湾高速公路的体验与他熟知的中日两国进行比较。回想起中国大陆的情况，他发现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拥有全球数一数二规模庞大的高速公路网络，然而量大并不代表质优。在中国开车常可见极不均衡的状况。东部大城市附近的高速公路或许四通八达，服务设施新颖，但一旦驶入偏远地区，服务区就变得稀少而简陋，部分路段的维护也令人担忧。此外，中国的高速收费方式仍以传统收费站为主，每逢节假日经常在收费站前大排长龙。相较之下，台湾虽然面积小，高速公路总里程不及中国的零头，但胜在品质与管理上的均衡与贴心。在台湾，主持人明显感受到，不论是人口稠密的西部走廊，还是较偏远的南部与东部地区，路况与配套服务品质都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准。一条高速公路从头到尾的路面平整度几乎没有明显落差，每隔数十公里就设有服务区或休息站，大大降低疲劳驾驶的风险。更难能可贵的是，台湾的高速公路采取计程收费，且设有每日收费上限。换句话说，不论单日驾车跑多远，通行费顶多几百元新台币，对多数人而言完全负担得起。想到这里，主持人又联想起日本的高速公路。日本的高速路网虽然成熟发达，但对一般驾车族而言，贵是不少人对它的既定印象。曾有统计指出，日本高速每公里平均收费相当于台湾的5到6倍。此外，日本许多高速公路兴建于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许多高架桥梁与长隧道服役至今已数十年，逐渐面临老化问题，安全隐忧时有报道。在收费模式上，日本的电子收费系统 ETC 虽已相当普及，但仍保留收费站与人工闸口，整体通行效率不及台湾轻松自在。除了上述问题，台湾虽然第一条国道通车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历史，但官方持续投入资源进行桥梁结构补强、路面翻修与拓宽工程，使高速公路系统始终保持年轻稳健。此次旅程中，主持人并未遇到任何因老旧导致封闭或降速的路段，可见日常养护相当到位。在服务区稍作休息充电之后，主持人重新上路，继续朝台湾岛的南端前进。他沿着西部高速公路一路南下，途经台中、嘉义、台南等主要城市，一边欣赏车窗外逐渐从都会高楼转为田野乡村的景致变化。他心中暗暗赞叹，即使行经较乡间的地带，路况依然保持平顺，沿线该有的设施一样也没少。他沿途陆续在几座服务区稍事休息，发现每一处都有独特风格。例如，有的融合了当地原住民文化元素，有的设有观景平台，还有的以特色主题闻名，每开一段路就有新惊喜。公路旅途因而变得丰富而有趣。几个小时后，他抵达了高雄市附近。那天正逢周末，南下车流量明显比平日多，但让他意外的是，即使车辆变多，整体行车体验依然在可接受范围内。他的车速虽然因车多稍有下降，但并未出现完全停滞的塞车困境。高速公路沿线的信息看板会提早告知前方如果有拥塞，并建议改走替代道路或稍后再上路。这种智慧分流的做法，有效避免了单点压力过大导致的长时间塞车。为了更全面了解台湾的公路网，主持人决定继续驾车从南部绕到东部，亲身体验台湾东部地区的公路风貌。众所周知，台湾中部有中央山脉纵贯南北，使得东部的高速公路建设相对困难。然而，这并不表示东部的公路品质有所妥协。主持人一路来到台东、花莲一带，
东部虽然没有像西部那样密集的多线道高速公路，许多路段是双向行驶的快速道路或改良的省道，但整体行车环境依然令人满意。有些路段蜿蜒于青山与碧海之间，沿着太平洋海岸线前进，壮丽的景色让主持人不禁放慢车速，细细品味。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即使是在崇山峻岭与临海峭壁交织的地形中，台湾的公路工程仍然展现出高水准。该拓宽的路段绝不吝于拓宽，该加设护栏、防落石网的地方也都完善到位。其中位于苏花走廊的新路段更让主持人赞叹不已。为了取代过去危险狭窄的旧苏花公路，台湾新建了长隧道和高架桥，穿山越岭，将最险峻的路段改线，大幅提升了行车安全。驾车行经那条长达10余公里的雪山隧道时，主持人从导航信息得知，这是亚洲数1数2长的公路隧道。隧道内部配有良好的照明、通风和监控系统，每隔一定距离便设有紧急逃生通道，让他深深感受到工程之伟大与用心。在绕行台湾一圈的过程中，主持人也留意到一些遍布全线、保障行车安全的贴心细节。首先是道路的照明，许多国家的高速公路在郊外路段往往漆黑一片，全仰赖车灯照明，但台湾的高速公路相当多路段安装了路灯。夜间行车时路况依然清晰可见，这对不熟悉路况的外国驾驶来说提供了极大安心感。此外，路肩和分隔岛旁还铺设了温温带，也就是路面上的防疲劳警示条纹。一旦驾驶不慎偏离车道，轮胎压过时会发出明显的嗡嗡震动声，提醒驾驶立刻修正方向。高速公路沿线也安装了密集的监视摄像机和感测器，一旦有车辆发生故障、临时停靠或前方发生事故，交通控制中心能及时发现并调度救援车辆。此外，高速公路沿途设有固定测速照相设备，亦有警用巡逻车不定时巡查，确保驾驶遵守速线。许多交流道匝道处还设有车流侦测系统，可以将及时的车流量数据传回中央，通过大数据分析判断是否需要启动匝道管制或调整灯号时序，避免过多车辆同时涌入主线造成拥堵。这些智慧化的管理措施让主持人深刻体会到，台湾在交通管理上可说是软硬兼备。硬体建设固然重要，软体调度与预警也同样做到位，难怪整体行车体验如此平稳。此外，由于台湾地处地震、台风多发环境，高速公路单位也制定了周全的防灾预案。例如，每当发生强烈地震，会立即派员巡查全线桥梁与隧道结构，必要时封闭路段以测安全。遇到台风豪雨，则提前部署抽水设备与清淤机制。正因为对安全毫不松懈的态度，台湾高速公路才能在各种严苛条件下都维持正常运作，让用路人安心信赖。更让主持人感到台湾高速公路走在时代尖端的是，他此行了解到许多面向未来的创新正在这里萌芽。台湾政府和业者积极推动所谓智慧公路计划，为迎接自动驾驶与车联网时代预先布建必要的数字基础。在造访台北的高速公路监控中心时，相关负责人向他展示了一套先进的车路沟通系统，通过沿线感测器、路测单元和5G 信号，大量即时数据被汇集分析，不仅用于及时调度交通，也能提供给未来的自驾车判读。主持人了解到，目前部分路段已开始车联网试点。除了智慧化，他也注意到高速公路体系在环保节能上的努力。在几处服务区，他抬头发现建筑屋顶上整齐排列着大片太阳能板。洽询后才知道，高速公路局这几年积极利用服务区的广大屋顶安装太阳能光电系统，
所发电力足以供应服务区照明，甚至支持电动车充电站。一位工作人员自豪地告诉他，目前全台所有15处国道服务区都已经设置大功率快充设备，多数充电桩每10分钟即可为车辆增加250公里的续航里程。主持人听后不禁点头称赞，眼前这些场景仿佛公路版的未来城市出行。一条道路不再只是被动的柏油路面，而是结合了信息流与能源流的智慧走廊。台湾高速公路展现出的前瞻性，让他切身感受到什么叫做未来已在这里。几天的公路之旅转眼接近尾声，主持人驾车环岛1周，返回了当初的起点。他回想起临时决定来台湾前，原本对这里的高速公路充满好奇和疑问，如今一路见闻，可谓大开眼界。台湾高速公路所展现的种种亮点，不仅验证了那支影片的惊人画面，更带给他超乎预期的体验。他感慨自己变更行程来台湾是个再正确不过的决定，因为亲身走过这一遭，他才能深刻理解为何有人会说台湾已经在未来。接下来在节目正式播出时，他用心整理了此行所见所感，向全球观众分享这段难忘的公路冒险。经过这番亲身体验，这位美国主持人在节目最后做出意味深长的总结。他把中国、日本和台湾的高速公路经验进行了一番风趣而中肯的比较。他说，中国的高速公路规模确实够大，但品质和服务落差同样巨大。日本的高速品质不错，可惜通行费贵得吓人，很多设施也老旧了。反观台湾，高速公路规模虽然不算大，但胜在质量均衡、收费合理、服务贴心，真的是小而精致。他甚至笑着补充道，如果有人问我在亚洲哪里自驾旅游最好，我现在大概会脱口说出到台湾跑一圈。这期节目播出后，在国际网络上也引发了不少讨论。许多海外观众对节目中展现的台湾高速公路印象深刻，纷纷留言分享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位曾在台湾留学的外国网友激动地写道，太怀念台湾的高速公路休息站了，每座服务区都有不同主题和特色，休息10分钟，精神就饱满了，再也不怕长途开车打瞌睡。还有来自美国的观众留言说，他们国内多数高速公路虽然免收费，但沿途休息设施非常简陋，难以想象台湾的服务区如此高级又多元，直呼真想飞去台湾开车体验看看。也有熟悉日本的观众感慨表示，日本高速虽然方便，但过路费实在让人吃不消。台湾人如果来日本自驾，大概看到账单都会傻眼吧。看到国际间如此多正面评价，许多台湾网友也难掩自豪之情。留言表示，平时习以为常的高速公路，原来在外国人眼中如此先进，并感谢这节目让世界看见台湾的软实力。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的网络论坛上，这段影片同样引起了热议。有大陆网友惊呼，影片里的高速公路真的是台湾吗？看起来比我们这的1线城市还干净啊。当然，也有观众提出了理性的观点，认为台湾高速公路虽然表现亮眼，但仍有可以改进之处。例如，有评论指出，台湾高速公路在连假和上下班尖峰时段仍然会出现拥堵。多数人也同意，拥堵恰恰说明了台湾高速公路对民众的重要性和依赖程度。只要持续投入资源、智慧管理、适度拓宽延伸路网，以及强化桥梁隧道的抗灾养护，台湾完全有条件让这套高速公路系统在未来自驾车与绿能运输时代依然领先群伦。这支影片通过一位美国主持人的亲身公路之旅，让全世界的观众看到了台湾高速公路的独到之处。从收费机制、路面品质、服务区多样性到安全防护和智慧创新，每一项都展现出台湾追求便利与品质的用心。
中国高速公路给人规模宏大但参差不齐的印象，日本高速公路则是收费高昂且逐渐老化，而台湾高速公路则令人眼前一亮，以小而精，价格合理，设施贴心而脱颖而出。对于过去习惯了路况不佳或动辄付出高额费用的国际驾驶者来说，台湾的公路体验无疑是令人惊艳的正面典范，甚至成为许多人向往亲自体验的旅游亮点。节目播出后，不少国际观众表示下次一定要去亲自跑一圈。台湾高速公路的优异表现不仅让国人感到骄傲，也在无形中提升了台湾在国际间的良好形象。通过这条串联南北、连接城市乡镇的公路网，我们看见台湾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多年来默默耕耘的成果，以及创新求进、以民为本的理念。难怪外国媒体会用台湾已经在未来这样惊叹的语句来形容。